婚礼现场，未婚妻突然挽着她的初恋叶雨来到现场。顾影言，我把悠悠交给你了，希望你比我更爱她。叶雨落寞地说，说完还温柔体贴地擦了擦她的眼泪，宠溺一笑。哎，小哭猫，没有我的日子你该怎么办啊？未婚妻当即泪洒当场，含情脉脉不舍道，叶雨，我的心里始终会留有你的位置。眼前这一幕温馨极了，好像我才是那个多余的人。下一秒，我将他们的手搭在一起，不用交给我了，这场婚礼我退出，你比我更适合做新郎。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在众人的惊愕中，我把胸花丢给叶雨，转身离开了酒店。看着面前用来迎宾的大海报婚纱照，我觉得异常刺眼，把它推倒在地。旁边的服务员想要上前阻止，看了地上的海报，男主正是我，面面相觑，不知道阻止还是离开好。记得拍婚纱照那天，我提前来到了摄影店，等了他一个上午，打电话发信息都不回，害得我担心了一个上午。就在我准备取消当天的拍摄，另外约时间时，他却挽着他的初恋出现在我的面前。不知道真相的店员还上前咨询他们是否要结婚，要拍婚纱照，却看不到一脸尴尬和冒着怒气的我。为了顾忌他在外人的面子，我还在为他的迟到找了各种理由。我忍着怒气问他，打了一个早上你的电话，你是不是手机静音没看到啊？怎么和叶雨一起来的？宋清雅松开叶雨的手，笑着过来挽着我的胳膊，笑脸盈盈道，群哥，我不是故意的，我可以解释的。叶雨没等宋清雅说完，便打断了她话，对不起啊顾群，是我的问题，你不要怪雅雅，我早上起来有点头晕，然后麻烦雅雅陪我去看医生，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我没回他的话，强忍着怒气让店员开始继续帮我们拍。可是拍到中途的时候，我去上了个厕所，回来却发现宋清雅和叶雨正搂着腰，若有若无的借位动作，瞬间感觉头上长出了青青草原。那边叶雨显然已经看到了我，眼神都带着不言而喻的挑衅。我不再隐忍，眼眶微红，质问他为什么要跟拍他婚纱照，而且他还是你前男友。难道你不知道婚纱照对我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吗？摄影师看着我们剑拔弩张，让我们商量下，现场只留下我们仨。宋清雅闻言便一把拿下头纱，怒气上头，对着我喊，顾群，你怎么那么小气？不就是一张婚纱照吗？只是占用一张而已，我只是想圆我初恋的梦，你怎么就不满足我呢？雅雅，我没想到顾群那么容易生气，要不让摄影师删掉算了吧，我不应该再见你的。没想到现实真遇到绿茶男，为了顾全大局，我忍着怒气把婚纱照拍完。我把我和宋清雅的婚纱照撕掉，把刚去隔壁摄影店洗出来他们俩的合照放上去，摆到酒店门口。既然他心里有他的位置，那我退出。用情不一的女人，不要也罢。我望着身后，竟然还期待着宋清雅能追出来解释，但是背后空无一人。浑浑噩噩中发现一辆电动车向我驶来，来不及躲，便被他撞倒在地。连日的劳累加上精神不济，让我晕倒在地，耳边传来嘈杂的喧嚣声，来不及看清，面前人便陷入了一片黑暗。再次醒来，空气里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脑袋空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看着面前陌生的人，他一脸歉意看着我，对不起啊，我刚不小心碰到你，
不过医生说了，你没什么事，只是你缺少睡眠。我叫沈若，你后续要是还觉得有不舒服的，可以来找我，我一定负责到底的。他刚握住我的手，想表达歉意，却不料被一脸怒气冲过来的宋清雅推倒在地。她眼眶微红，一脸委屈看着我。顾群，你昨天把我丢在婚礼现场，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吗？她哪里比我好了？我都说了，我和叶雨现在只是朋友，你丢下我，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你这样把叶雨的脸放到哪里了？她要面对那么大的压力，你不要以为你装病就可以混过去了。你跟我回去，你跟叶雨道歉，我就原谅你的无礼。我们再找时间办婚礼。听着宋清雅狂妄自大的发言，忍不住嗤笑。我是什么时候给你自信，让你觉得我会吃回头草？我在婚礼上说了，这场婚礼我退出，你和叶雨更般配。顾群，你不要以为以退为进我就相信你了。行了，不要再演戏了，快点去找叶雨道歉。抱歉，我们分手了。我更不可能找他道歉。宋清雅恶狠狠说道。顾群，你不要后悔。走之前还警告沈若不要妄想趁虚而入。看着他灰太狼似的发狠话，我忍不住心寒。宛如空气般的沈若一脸懵看着我，他好像憋了良久才发言。这是你未婚妻，不应该吧？你一个病患在这里躺着，我在这里从头到尾都没听到对你一句的关心。不是，他是眼瞎还是心瞎啊？听着陌生人都有的善意，估计是我眼瞎心瞎，当初才找到的宋清雅，对我的身体毫无关心。我劝退了他的好意，留我住院观察。我身体并无大碍，便出院回了家。03，新房还是几天前的模样，所有的摆件都没有动过。本来现在应该是我和他的新婚燕尔，如今却是物是人非。所有的一切告诉我，宋清雅几天都没回家了。换做以前，我肯定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他，担心他的安全。如今算了，无所谓了，不用猜都知道是在叶雨身边。毕竟以往我找不到他的时候，看到叶雨就能看到宋清雅了。记得有一次，我们约好去看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叶雨会坐到他的旁边，我就疑惑，多问了他一句，为什么叶雨这妖巧会买到同一场次，还买到你旁边座位？然后他就语气不善反驳道，你是太平洋警察吗？管那么宽。再说了，我哪知道会碰到他，不就是一起看个电影吗？你怀疑什么？雅雅，我没想到这要巧碰到你。既然你男朋友那么介意，要不我下次再看好了，打扰到你们约会了，不好意思。他介意什么？不就是看电影吗？以前我们都经常看呢。既然他这么看，正好我也不喜欢，让他自己在这里看好了。我们走。我拉都拉不住他的手，他就牵着叶雨的手离开了。叶雨离开的嘴角都压不住了。他走后，我连看电影的欲望都没有了。他跟着前男人走，丢下我这个现任，独自一人在这里，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等了他许久还没回来，电话都快到没电了，他始终没有回我一个电话。第二天打了他电话，没想到接他电话的是一个男人，但他开口我就知道是谁了。那边似乎是刚醒过来，声音沙哑道，喂，是找雅雅吗？他还没醒。那边停顿了一下，而后笑了笑，你晚点打过来吧，我们昨晚去了唱 K， 吃了宵夜，玩得很晚。放心，我不是和他睡一起的。听到此话，忽然眼前一黑，手忙脚乱挂断了电话。他回来面对我的质问，他显得异常淡然。顾群，你不觉得你有点小题大做了吗？
难道分手了就不能做朋友了吗？我的朋友圈你管不着，就算是男朋友也不行，还一整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我妈妈都没这么管我，真是受不了你。面对我的关心，他只是嫌弃我管得宽，明知我对这段感情的不安，他只会加速让这段感情破裂。如今他的彻夜不归，我也懒得管了，反正最后他认为错的一定是我。睡前刷到的一条朋友圈，原来这就是宋清雅威胁我之前说的，让我不要后悔。她和叶宇去参加同学聚会，她的一条朋友圈正显示出她现在是多么幸福。以前是你，现在也是你。配图是她和叶宇的2张牵手照，一张看起来有点历史，另一张就是现在的。底下一片评论和点赞，我也随手点赞并且评论，以后也会是他。再刷一会，不出所料，我的评论肯定也是被删掉了。宋清雅发了条信息给我，你给我的难堪，他给我的是陪伴，足以让我忘掉你带给我的难过。是不是现在后悔了？你要是后悔了，回家就准备好键盘和榴莲等着我。我考虑下要不要原谅你，毕竟你当初真的让我很没面子。我懒得回他的狂妄自信，也是我当初给他的自信。婚礼前的日子，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准备，宋清雅只需要乖乖当新娘就好了。有一次，因为婚纱选不出她喜欢的款式，我就真的是觉得都挺好看的。她闻言立刻生气，扭头就走，丢下我应付店员的责备。他当时怎么说来的？顾群，我看你就不是真心想娶我的，什么都挺好看的，我就想问你真实的意见，你就随便应付我。你要是不做出点什么，我绝对不会原谅你。我当初跟叶宇谈恋爱的时候，他会照顾我的情绪，知道我的喜欢，不会说都挺好看，随便来应付我。你看看你现在，你就应该向他学习下。我把他微信推给你了，我当时觉得是真的都好看，不知道触到他哪个点了。没有哪个男人能忍得了经常被女朋友与他的前男友比较，我也不例外。我就忍不住回了句，当初那么好，为什么还要提分手？像是夹到他的尾巴似的。他的刺瞬间冒出来，顾群，我给你脸了是吧？当初也是你死活要追我的，我和叶宇的事情关你什么事？我看到他眼眶微红，委屈至极，以为是我的问题，让他伤心难受了。现在想想，原来是想起他和叶宇的意难平，拿我出气罢了。我当初还傻笔在网上搜了追妻100事，后来还真的买了榴莲，在他进门那一刻，立刻跪在他面前，跪求他原谅，还花了我1个月工资给他买了条项链，至今还记得他傲娇得意的模样，仿佛在笑我的舔狗。他的满足，当初我爱他是真的爱，现在不爱也是真的。把心疼干净后，睡得异常踏实。就在我吃早餐的时候，宋清雅带着叶宇回来了。他看到桌上只有1份早餐，他立刻跑到我面前，拍掉我刚要吃的三明治。顾群，我和叶宇的早餐呢？刚刚不是给你发消息了吗？给我们做早餐，你是故意的吗？我淡定回道，不好意思，我没看手机，不过就算看了，我也不会做。平时我做好的早餐，你哪次是自愿吃的？哪次不是挑3拣4的？更何况现在你居然有脸让我给你前任做早餐，你真当是我傻子吗？顾群，不好意思，昨晚我们同学聚餐玩得太晚了，就在附近住，想着离你们家那么近，就回来吃早餐的。没想到你这么讨厌我。雅雅，不要因为我伤感情，我出去吃就是了，不许走。我告诉你，顾群，你现在就去给我做2份一模一样的早餐，
不然我们没完。威胁我，以为我不会离开。分手已经是他嘴边常挂的话了。既然如此，我这次也就不惯了。我擦了擦手，看着这张曾经让我心动不已、捧在手心里的人，坚定回道：宋清雅，我们分手吧。宋清雅不可置信瞪着我，突然发疯似的把桌上的东西全部推倒在地。我和他共同做的手工陶瓷随之落下碎了一地，如同我和他破碎的感情。他咬牙，眸里跳动两簇怒火。顾群，你说什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给我们道歉。今天的事情当没发生，现在竟然用分手来威胁我了，又是网上学的追妻100式吗？欲擒故纵吗？我告诉你，这段感情当初是你死缠烂打开始的，不是你说结束就结束。一个大男人经常吃醋，不是爱我是什么？现在还说什么分手？曾经的我或许听到这些话会立刻收回，而且跟他保证以后不会再提。但是现在看着面前这个人，确认自己是真的对他无感了。再次强调，宋清雅，我们分手，婚礼取消。宋清雅似乎现在觉得我还是在跟他闹脾气，毕竟听话久了的狗偶尔有反抗情绪也是正常的。他拉着叶雨的手往外走，还一边不以为然说：顾群，这一次我就当你是早起还没清醒，跟我提分手。看看你今天穿的都是我买的，你觉得离开我，你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女人吗？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还是我买的，你一个收破烂家的孩子，离开我，你哪都不是。叶雨，我们走，让他自己反省下，不知道他错哪了，还威胁上我了，可笑。我低头一看，哦，这套睡衣还是当初我生日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穿情侣睡衣的想法，哀求了几天宋清雅才愿意跟我逛街的时候买下的，用她自己的钱，在一起这么久唯一一次给我买的衣服。不管当初怎么求来的，我也是有情侣的配套睡衣了，原来还是那么介意我的出身呢。砰！门口传来沉重的关门声。在他走后，我瞬间没有吃早饭的欲望。穿在身上的这套睡衣，现在穿着浑身不舒服。我立刻起身去卧室换了自己的衣服。以往吵架我也只能待在楼梯间，吵得再凶，我也不会离他身边超过1天。记得有一次，我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他的壁纸还是他和叶雨的合照，心里瞬间五味杂陈。还没等我放下手机，猝不及防被他推到一边的床头柜，磕到了膝盖，一时间疼得说不了话。我眼神复杂看向他，顾群，你偷看我手机，你怎么像个小偷一样鬼鬼祟祟？你不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吗？就算是男女朋友关系，我也有自己的隐私。看着他震怒的样子，我忙哄着他，雅雅，你不要生气，我只是不小心看到你没锁屏，就刚碰到而已。还有就是，为什么你手机的壁纸还是你和前男友的合照啊？放我们的好不好？听完我的话，他边推我出去，边骂着我，你出去，我的手机我自己做主，关你什么事？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你出去。就这样，大冬天的，我只穿着一件里衣就推到门外，手机也没拿到，任凭我怎么拍门，他都无动于衷。我害怕惊扰到邻居，只能在楼梯门口祈祷着他开门。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大发善心开了门让我进来。此时的我已经冷得瑟瑟发抖，他居高临下望着我，顾群，你现在错了吗？听话就有好果子吃，不要管我那么多。不听他的话，代价就是因为这次被扫地出门，我重感冒了1个星期才恢复过来。
看着这住了几年的房子，我早已把它当作我和他的窝，用心布置着。我也不是没有房子，他说他喜欢这里的环境，住习惯了，以后再换大房子，所以我也就没有再买房子了，跟他住一起了。现在却被他嫌弃我是软饭男，他是不是忘记我的另外一个身份了？忘记我另外一个身份也是正常，因为他压根看不起我家。我爸妈是靠收废铁为生的，虽然在别人看来是收破烂的，但是我爸妈他们会做生意，看到市场有利的信息，他们懂得分析，把生意越做越大。城里几套房子，老家也有一栋别墅，就算我这辈子不工作，下辈子也可以让我衣食无忧，所以我也用不着为生活奔波。我一个人的工资足以支撑我活得潇洒自由。当我和宋清雅谈到见家长时，他得知我爸妈是做回收的，他满脸的嫌弃都掩盖不住。我为了让他去我家，我磨了他好几天才答应。毕竟当初我真的很喜欢他，是想跟他过一辈子的。很不凑巧的是，刚带他来到我家时，我爸妈也是为了照顾老人家。一些老人家会闲着没事就去街上捡空的饮料罐和自己家存的箱子之类，我爸妈就是刚好凑巧上门去他们拿废品回来，所以蓬头垢面的，衣服邋遢的。爸妈回来看到我带个姑娘回家，妈妈想拉过宋清雅的手，却被她躲开了，还躲到我后面去。我妈尴尬地搓了搓手，看到自己脏兮兮的样子，不好意思跟她道歉了。宋清雅看都不看我爸妈，看着这房子都不是新的，有一段历史了。我爸见状立刻解释道：“姑娘，别介意，家里简陋，房子都在市区里，顾群也真是的，怎么带你来这里呢？”我笑着跟宋清雅解释：“雅雅，这个只是我们家的老房子，爸妈这几天在这里工作，我也就带你来这里见见而已。你要是不喜欢，我们现在就回城里的家住。”他甩开我的手，几乎是破口大骂：“顾群，我真是看错你了，没有钱就不要装大款，明明家里就是收破烂的，你城里能有什么房子？你让我嫁给你，跟你一起收破烂吗？我不要面子的吗？”爸妈闻言立刻沉默了，看向我，刚刚有多开心，现在就有多难受。我忙拉住他的手，想跟他解释，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丢下我们，随手拦了辆车就走了。看着爸妈惭愧又难受的样子，我那会就怀疑，这样的人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我安抚好了爸妈，顺便去了珠宝店，把他前几天看中的首饰买下，连忙赶回去哄好宋清雅。他拿到首饰后，暂时忘记了不快，他提了要求，跟你结婚可以，彩礼100万，以后结婚不能跟你爸妈在一起住，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爸妈是收破烂的，不接受就不要再谈下去了。还有就是不能干预我交朋友。我被他答应跟我结婚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想着以后可以跟他慢慢聊这些，便爽快答应了他这些要求。彩礼我们家也能拿出来，爸妈也不是高调的人，钱财不外露。至于交友，才是压垮了我跟他之间的稻草。没想到他跟前男友一直难舍难分。既然如此，我退出，正好所有的一切都还来得及。这个房子既然是他的，我干脆收拾好所有我的东西，准备搬出去。突然一阵铃声打断了我收拾的动作。顾群，我是叶雨，既然你们要分手了，还不赶紧断干净？雅雅一直都是喜欢我的，你知道她身上的纹身吗？那时我们热恋最浓时的见证，你只不过是她过客而已。刚刚雅雅跟我说你们亲吻的时候，她从来都不敢闭上眼，
因为他闭眼会想起跟我在一起的种种亲密动作。所以是真的吗？现在我们已经分手了，回头草你自个啃吧，我不是垃圾回收场。说完便不再听他的得意炫耀，我挂断了他的电话。原以为听到这些不会再有感觉了，没想到还是忍不住心头一酸，因为我见过他的纹身，他不允许我亲他的纹身，说那是属于曾经某个人的，他从来都睁开看着我。我还以为是他想看我为他动情的模样，所以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收拾好心情，重新投入搬家的状态，把这个房子里属于我的一切都清楚。本来是打算办完婚礼再去领证的，现在倒还好，省了很多步骤。彩礼也还没给到他们家，不过他们家也不着急，因为他们家早就料定我是肯定不会离开他。我收拾完所有东西，坐下沙发缓缓气，习惯性拿起手机刷刷朋友圈，看到叶宇高调的炫耀，曾经说带你到雪山上看风景，虽然迟到，但不会缺席。背景是他们的鞋子，情侣款的。宋清雅点赞还评论，一看就很般配。不知道他说的鞋子还是人，这鞋子我认识。1个月前，宋清雅还问我这个款式怎么样，我还以为是买给我的。我期待了好久，都还没看到他送给我。原来鞋子是送给叶宇的。我找虐似的把他们俩的朋友圈都翻了个遍。本来说好跟我去看的电影，时间对上，后面爽约是为了跟他去了看另外一场。本来是跟我回去见家长，那天甩下我们，转头就跟他去海边玩海上项目。那天我还傻傻的为了讨他欢喜，不惜大价钱给他买了贵重的首饰。本来说好度蜜月是去雪山，现在却跟他去浪漫，夕阳相拥。现实的种种打脸，已经没有理由说服自己了，是时候离开了。我拿出手机打给我爸爸，爸，你之前说的出国留学，我现在答应了，越快越好。我的东西全都寄回我爸妈家了，我留了张纸条给宋清雅，等他回来我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爸爸之前让我去外国留学，继续学习生意经营之道。我当初为了宋清雅留在这里，毕竟他说过他不喜欢异地恋，他之前跟叶宇分手就是原因。现在叶宇回来，我这个备胎也该让位了。我继续刷着朋友圈，他们的定位不停地变，喜欢分享朋友圈。我从一开始的失望到现在的麻木无感，他们的刷屏已经影响不到我的心情了。叶宇不知道是炫耀还是不自信，时不时私聊我，发一些明显是偷拍宋清雅的角度的照片给我。我顿时感觉有点不对劲，想要提醒下宋清雅，想想还是算了，毕竟我以前的好意提醒都是嫌弃我的多管闲事，小气爱吃醋罢了。我回到公司提了离职，当初领导赏识我，从一个实习生到部门的经理助理，就差那么一步。因为宋清雅那次的无理取闹，使我丧失了晋升的机会。我也很感激领导们的栽培，但是一开始是为了他留在这里，现在我只想离开这里，离他远远的，互不打扰。没想到我登机的时候又碰到个熟人，之前开小电动车碰到我的沈若，还凑巧他的位置就在我旁边，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一路上的聊天让我们对彼此有了更深的认识。宋清雅跟叶宇终于拖着行李箱回来了，他出去玩那几天很意外没有收到我的信息和电话，毕竟以往我每天都会缠着他视频的，他忽略内心少些的不安。我还没至于真的敢离开这里，进门这一刻的慌乱终于被证实了。家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看着餐边柜上面的手办没有了，
我以前唯一的爱好了。他蹲下打开鞋柜，只剩下他自己那一排排的高跟鞋，就连我脱鞋的痕迹都没有了。内心的慌乱让他瞬间清醒，他蹭的一下站起来，由于起来太急，以至于他有一瞬间的头晕站不稳。叶雨见状便想扶他一下，却被他猛地推开，跑进去卧室。果然，衣柜全是他自己的衣服。他环绕房子看了一圈，他终于意识到我是认真的，真的分手了。床头柜的合照没有了，只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宋清雅，我的电话和信息估计你也想不看，只能通过留纸条方式告诉你了。婚礼取消，我们分手，这一次把你还给他，祝你们幸福，勿扰，再见。他攥紧纸条，眼眶湿润，嘴里却说着倔强的恨话。顾群，凭什么你说分手就分手？一开始就是你追我的，休想甩了我。叶雨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上前搂住他肩膀，按捺住内心的喜悦，安慰说：雅雅，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既然你现在单了，我也有机会重新追求你了，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宋清雅立刻抬起头望向叶雨，她此刻的心情很复杂。她以为他一直喜欢的是叶雨，毕竟是自己的初恋，如今他提出重新在一起，他的内心竟毫无波动。跟他在一起好像也是朋友之间的喜欢，但比起我的离开，他自己内心是无法接受的。他一直觉得他可以掌控我，逃不开他的。我的离开让他意识到他爱的人是我。他急忙拿出手机拨打我的电话，很可惜，我已经把他的电话拉黑了。此刻他的不安和焦虑达到顶峰。他抢过叶雨的手机拨打一下，同样的提示，打不通。我把他们俩的电话都拉黑了。他颓然坐下来，他不明白，怎么那么爱他的人，怎么说不爱就不爱，还悄无声息地离开呢？一边是现任，一边是年少时的初恋，他始终理不清，两边都对自己很重要。他眼神复杂，还始终搞不清自己的情感，只能先拒绝叶雨。我现在很乱，等我理清楚再找你谈。叶雨的离开，他开始疯狂在这个房子试图找出属于我的东西。他想起来曾经我送给他的礼物，还安然躺在他的柜子里。他好像觉得这个房子终于有点属于我和他的东西了。随着飞机的落地，我和沈若分开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希望有机会再约。几年没学习，脑子似乎跟不上，每天的早出晚归，偶尔跟爸妈的聊天，让我生活过得异常充实。爸爸跟我提过，宋清雅之前上门送礼道歉过，为他之前的无力，还问了我的情况。爸爸看他样子还挺诚恳的，便把我的行踪告诉了他。我打消爸爸担心他会影响到我的顾虑。现在听到他的消息，我毫无波澜。他或许是让自己心安，心无旁骛，跟叶雨在一起幸福呢。原以为我跟他不会再见面的了，没想到他竟然出国来找我了，还打听到我的教室，在教室门口等着我。我忽略同学们的打趣，看着面前几个月不见的人，憔悴不已。我感觉熟悉又陌生。他率先开了口：这几个月的时间你冷静够了吗？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去了？闹也闹够了吧？我后来去找过你爸妈了，也为我之前的无理道歉了。你竟然骗我，你家是收破烂的，你是这么考验我的吗？我讶异，难道他还听不懂我的话？宋清雅，我没有跟你闹，我们确实分手了。现在来见你，只是觉得你出国来找我，我也不应该放你鸽子。你回去吧，不要再见了。另外就是，我们家确实是收破烂起家的，只不过现在做大了，
那天你碰到我爸妈，只是照顾他们以前的老顾客而已。宋清雅破防了，崩溃蹲下来哭泣着。顾群，我们和好吧，我没有和叶宇在一起，真的，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我淡淡回答他，是吗？婚礼上说着心里始终有他位置的人不是你吗？现在你们可以在一起了，追到这里，你又是因为什么？因为爱吗？你信吗？曾经我待你如至宝，而我在你心里，我也只是个软饭男。不管你是不甘还是迟来的醒悟，我都不需要。我现在对我的生活很满意。宋清雅还想说点什么，嘴巴动了动，最终还是没说。上课铃声响了，他也离开了。我以为他听了我的话离开了，没想到放学还能碰到他。他跟着我来到饭堂，他可怜兮兮跟在我身后，眼巴巴看着我。顾群，我想吃那道菜，你帮我刷卡可以吗？我没饭卡。我不理会他，旁边的同学看不过眼，便帮他刷卡了。他眼里受伤的样子，我内心毫无波澜。打完饭，他还跟着我坐到我一边，他一改以往的高冷，嘴里巴巴说着我们以前的往事。但他不知道的是，我一点都不想听，因为都是我的一厢情愿，在嘴里说起，伤口上撒盐罢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风雨无阻出现在我面前，狗皮膏药那样都甩不掉。不管我去哪里，他都跟着，就连同学跟导师他都能混熟。我沉寂的内心稍稍动了动。我在去商场那天，他意外没有跟来。回来的时候打的出租车，我感觉司机不对劲，但那会已经来不及了。车子甩了出去，撞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在失去意识前几分钟，我艰难拿出手机，视线逐渐模糊，拨打了宋清雅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她还是没接。我心灰意冷，沉寂的心随着我的昏迷一同陷入一片漆黑。再次醒来，骨头散架般的疼痛让我回想起发生的一切。床头的人竟然是沈若，我心里还期待着是宋清雅。果然我的自作多情，我很意外他出现在这里，但现在我说不了话。他看出我的意外，便开了口，我昨晚电话给你，我刚好在这边玩几天，想着约你出来玩，没想到接通的话，我只听到你喊救命二字，就没声了。于是我就拨打了报警电话，也算还了我之前碰到你的不是了。我很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当我正要开口的时候，宋清雅推门进来了，她脸上的担忧跟惊慌不像是演出来的，但是我现在不在乎了。她看到旁边的沈若，似乎有点眼熟，但是现在顾不及他。顾群，对不起，我没接到你的电话，是因为叶宇打电话给我说他身体不舒服，感冒1个多星期了，想我陪陪他。我想着这次回去看看他，顺便跟他说清楚，我爱的人是你，你原谅我可以吗？我真的喜欢你。他迫切需要我的回应，他猛地抓住我的手，丝毫不顾及我的伤口。我无力挣扎。沈若看到了我痛苦的表情，忍不住上前阻止了宋清雅的靠近。宋清雅猛地推开了他，恶狠狠对沈若说，你是谁？我跟顾群的事关你什么事？我记得你了，上一次顾群进医院你也在，你们是什么关系？沈若想要回答，我拉住了他，虚荣开口，宋清雅，你走吧，我不需要你了，也真的不爱你了。我和沈若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在你一次次抛弃我，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是在他的身边。现在在演什么深情呢？这次也不例外，所以你走吧，我们就好聚好散吧。宋清雅崩溃大哭，不是这样的，以前是我糊涂了，你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我闭上眼睛，不再看他，这就是我的态度。
接下来的几天，他都出现我的病房门口，我没有让他进来。就在他走后，我让沈若帮忙办理出院。第二天，他来到医院扑了个空，他心情沮丧，来到我学校，但是我已经搬出去学校了，而且我请假养伤，他打听不到我去了哪里，他只能灰溜溜回到国内。我在养伤这段时间里，得益于沈若的细心照顾，我的伤恢复得很快。在和沈若的相处中，我们互生情愫，他选择来到我这里学习，我们确认了关系。至于宋清雅回国后，听说叶宇追求她不胜其扰，重新跟他在一起，不久后就因为怀孕办了婚礼。只是没多久，叶宇在宋清雅孕期出轨，仗着宋家女婿的身份到处拉投资，被他的朋友骗去了国外，至今未有消息。而宋清雅申请跟他离婚，正在走程序中。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正在陪我的妻子产检，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